1500多年前，在北魏的都城平城，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省大同市，一个叫五洲山的山丘脚下，一座令世人瞠目的佛教洞窟群出现了。这就是云冈石窟。这个人类艺术的瑰宝，像无数动人心魄的美好事物一样，是在磨难之后才诞生的。它是复杂的历史斗争中，佛教艺术迎来的黎明。北魏太武皇帝拓跋焘掀起灭佛运动以后，北魏境内的佛寺全部荒败了。对佛教曾经的热情，在政治的压力下消散不见。居住在平城的鲜卑人已经不再礼佛，但还是会按照传统去西郊祭天。公元450年。在平城通往西郊祭天神坛的路途中，人们看到了一片壮观的石碑。这些石碑上面刻写着刺目的字句。这是崔颢主持的一个大型文化工程，里面不仅有华夏文化的经典五经，还有记录北魏历史的国记。崔颢和他的父亲崔洪都是皇帝最为倚重的汉族大臣。崔颢曾经向人夸耀，他在修国记的时候，秉承了汉人世家不为尊者讳，秉笔直书的传统。在国记中，崔颢详尽叙述了北魏的创立者鲜卑拓跋部落的发展，毫不顾忌他们在部落时代婚姻关系的旧俗。而对于日渐汉化的鲜卑人来说，这种真实的记录简直就是有意的羞辱。拓跋部落起源于大兴安岭深处，直至东汉末年还处于原始部落的状态。在入驻中原并与汉文化融合之后，对于祖先的生活自然不愿提起，而崔颢却触动了他们最敏感的神经。但是，也有专家认为，这还不是触怒鲜卑贵族的真正原因。对鲜卑先祖旧习俗的暴露，只是扳倒崔颢这些汉人重臣，进而废止从拓跋圭开始的嫡长子传位制和其他汉化政策的一个借口。因为大武帝来国史的基本主题，它并不说是我要怎么如实的记录婚姻关系，它是要建立我们父子相传的这种宗脉血统，为皇权的父子相系提供理论根据。但是这不是事实，是吧？或者这很大程度上不是事实啊！本来这个是推举的啊，你现在你这是好的，我们自古以来都是父子相传的。那这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反传统的一件事情。虽然此时的北魏已经基本建立了帝国体制，但鲜卑贵族的势力仍然强大。当北族的贵族大人们浩浩荡荡跑到西郊祭天的时候，当然是满腔的热血，满腔对于祖宗的这种缅怀和对于传统的这种光荣，都洋溢在自己的全身上下，洋溢在每一个老人到孩子的这个心中。那么回来路上或者去的路上，我们又看到了这样的一种国史，它是刻在碑上，而且就在那个边上。所以今天我们不太清楚，为什么这个碑就一定要立到西郊祭天的路边上？
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刺激人的东西。石碑事件点燃了鲜卑贵族积蓄的各种不满，他们要求严惩崔浩。拓跋焘虽然倚重崔浩，但他也不敢彻底得罪还握有权力的鲜卑贵族。公元450年7月5日，拓跋焘下令诛杀崔浩。同时受牵连被诛的还有其姻亲范阳卢氏等家族，而这些家族都是北方地区重要的汉族士大夫家族，是儒家文化在北方地区的大本营。他是做了这个汉胡对立的牺牲品。太武帝的基本政策是要汉化改革，他必须去贯彻这种汉化改革的政策和措施。但是要推进汉化改革，就会跟保守的北族形成对立面。如果这种矛盾被管控在一定范围之内，大家是相安无事的。但是当这个矛盾管控不了了，激化了，这就肯定是需要有所谓替罪羊需要让这种矛盾有一个鲜血的出口，把局势平稳下来。公元450年初冬，就在处死崔浩几个月后，拓跋焘调动60万大军亲征江南。北魏军队只用了短短3个月时间，就打到了南朝都城建康对岸的瓜布山，甚至在那里建起了行宫。然而，就在南朝几近覆灭的关头，拓跋焘却毫无征兆地带着几十万军队打道回府了。对于拓跋焘的这一举动，正史里语焉不详，没有定论。但是有学者推测，这是因为他怀疑留在平城的太子拓跋晃发动政变。拓跋焘发布灭佛诏的时候，拓跋晃曾经劝说准备殉道的高僧谭耀隐居山林，等待时局的变化。拓跋晃究竟有没有谋反，史书没有记载，但在蛛丝马迹间却透露出不寻常的信息。就在拓跋焘回到平城的3个月后，23岁的太子拓跋晃就忧惧而死，死后被尊谥为景穆帝。传说，拓跋晃死后，拓跋焘的内心非常懊悔。他对曾经向自己告发拓跋晃谋反的宦官宗爱异常愤怒。感到大难临头的宗爱决定抢先动手。公元452年，一代战神拓跋焘被身边的宦官谋害，死时不过44岁。内政的动荡消耗了北魏的力量。拓跋焘死后，他的孙子拓跋浚继位。拓跋浚看到了灭佛给社会带来的创伤，在继位2个月后，便颁布诏书，在北魏全境恢复佛教。那佛教在当时是老百姓心中的宗教。太武帝灭佛当然有他的政治用意，但是他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跟人心对着干。所以文成帝这是在争取民众不是说是我要倡导怎么样，而是老百姓要这个东西，所以皇帝也要这个东西，而且要比他们表现得更虔诚这才能做一个受到人民拥护的皇帝是吧？这是这样的一个逻辑。经过拓跋焘时代劫难的佛教，在拓跋浚执政的时候恢复了元气。各地开始重建寺院，诵经的声音再次响起，苦难中沉浮的人们有了疏解痛苦的去处，暴力制造的伤口在渐渐愈合。
1500多年前，一位少年天子出城巡游，忽然，天子的白色御马离开队列，向驻足行礼的人群走去。他在人群中衔住了一个和尚的衣角，这个和尚就是谭耀。北魏太武皇帝灭佛时，谭耀曾逃到河北定州的山林隐居，而这位少年天子就是北魏王朝的第4代皇帝文成帝拓跋浚。老天通过白马让皇帝找到了谭耀。这个神奇的故事被记录在官方史书《魏书》里，它的真伪无从考证。被接进皇宫的谭耀，提出要为帝王祈福，在五洲山开凿5个石窟，每个石窟修建一尊大佛，而这5尊大佛要以从开国皇帝拓跋圭到在位的文成帝这4位皇帝和未及登基便去世的皇太子拓跋晃的形象为蓝本。谭耀的这个计划既弘扬了佛教，也赞颂了君王。就这样，云冈石窟作为北魏的国家工程开凿了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素白教授是我国佛教考古学界的泰斗。1947年，他在整理文献时发现了一块金代石碑，大金西经重修五洲山石窟寺的碑文。文中记录了云冈石窟在金代重修的情况，也简要回顾了云冈石窟开掘建造的过程。这是云冈研究史上当时尚不为人知的文献。在一本书里头，发现了一个金代的时候写云冈历史的一篇文章，文章很长。这篇文章过去没人见过，这我发现以后，我就把它理出来了。1978年，素白根据金碑的记载和在云冈的实地考察，写成了《云冈石窟分期试论》一文，对云冈石窟的历史进行了分析。他认为，北魏文成帝恢复佛教以后，谭耀主持开凿的5座洞窟，也就是第16到第20窟，是云冈石窟的第1期。公元465年，文成帝去世，到公元494年，北魏孝文帝从平城迁都洛阳，为云冈石窟的第2期。此后则为第3期。谭耀开凿云冈石窟的计划并非忽发奇想。石窟寺在佛教的发源地印度，最早是僧侣的住处，后来佛教传播到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一带的犍陀罗地区。因为亚历山大东征，这里曾经沦为古希腊的殖民地。就是在这里，形成了带有浓厚古希腊、古罗马风格的犍陀罗石窟和造像艺术。因为亚历山大东征啊，就打到什么呢？已经打到葱岭之西。葱岭西边，实际上跨过我们的这个葱岭，然后西边不远的一个城市就叫亚历山大。那么它这样呢，就是当地就留下来了一大批的这个希腊化的移民。那么这批移民呢，他们呢有雕琢神像的这个传统，但是他当时呢，你如果佛教不传进去，他也不会说是我雕琢佛像，我可能雕其他像。通常，犍陀罗佛像具有希腊雕刻常见的波浪式卷发，眉间有白毫，头后有圆形光华。佛像的衣着类似古罗马元老或哲人身披的长袍。汉末的时候，发源于古印度犍陀罗地区的人类最早的佛教洞窟建筑和造像艺术，随着佛教沿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新疆、甘肃等地，而后又因为北魏的扩张传到了平城。
伴随着佛经和僧侣而来的，就有石窟和造像艺术。坛药来自一个被北魏灭亡的国家——北凉。北凉地处河西走廊，曾经是中国北方的佛教中心。坛药对石窟寺当然不会陌生。成千上万无名的工匠，是各个民族的混合体。除了汉族之外，还有匈奴、鲜卑、羯、氐、羌这所谓的五胡，以及来自中亚地区和印度的工匠。曾经水火不容的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，在这里共同创造新的文化，用斧凿和岩石的碰撞代替金戈铁马的呼啸，用大佛的微笑融化曾经的隔膜和仇恨。历史就这样促成了云冈石窟的开启，掀动了佛教艺术史精彩绝伦的一页。毛志喜是在云冈研究院工作的雕塑家，20多年来，他和这座石窟朝夕相处。他对开凿石窟的坛药法师充满敬意，一直想为坛药塑一尊雕像。历史上的坛药是一个语焉不详的人物，史书连他的出生地和生卒年月都没有明确记载。毛志喜喜欢徜徉在石窟里，去想象坛药，去感受那个遥远的时代。云冈石窟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佛教艺术工程。1500多年前，成千上万的工匠在这里不舍昼夜，开山凿石。五洲山的岩石属于砂岩，上部坚硬，下部较为疏松，对开凿石窟十分有利。但即使这样，在山体上完成大型石窟，在只有斧凿等简单工具的情况下，也是极其艰难的。云冈石窟第3窟，洞前立壁高达25米，是云冈最大的洞窟。它的布局像是幽深的迷宫，但除了唐代才雕凿的几尊佛像外，空空如也。显然，第3窟是一个因意外而终止建设的石窟。不过，当年开凿洞窟的原始现场一直保留至今，为后人研究北魏石窟的开凿技术留下了最直观的证据。这些沟槽是当年工匠们接取石料时留下来的。沟槽纵横交错，将岩石分割成矩形或圆形。工匠们沿着这些沟槽搭进楔子，撬起石块。接取石料的情况大致如此。那么，整个石窟的建造又是从哪里开始的呢？考古学家推测，云冈的工匠们首先在山体上搭建出类似于栈道的脚手架，然后自上而下凿出石窟的基本窟形。史书上将这一步骤称为斩石。在第3窟石室靠近明窗的位置，有北魏开凿时留下的斧凿痕迹。1500多年前，工匠将开凿洞窟的第一凿留在了明窗的位置上。佛像的雕凿是从顶部开始的，在预留位置的岩体上开始雕刻主体佛像的头部，逐次向下。因为那么大的造像从上往下确实很难掌握比例，但是我们也想着说这太神奇了，这工匠居然从那10几米大的佛像从头顶开始凿到脚下，能凿得如此的完美。但是第3窟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，它还是像这个提前有设计，提前有规划，然后按照这个设计规划，然后洞窟里头就给它大的造像都给它预留出配料来，就是哪儿要凿，哪个地方要凿什么，就雏形都出来了，大的，然后从上到下依次精雕细琢。因为你比如说大的造像10几米的佛像，先预留出来以后，它的工作面就是它的实际上这个
造像的本身，最后就是精雕细作，就是从上往下依次的给它下来完成。开凿大型石窟的工作极其艰巨，有学者对坛药五窟的工程量进行过计算。最大的第19窟，凿掘量为8870立方米，全部完工需要的天数为2300多天，用工量近19万人次。而最小的第16窟，凿掘量为2610立方米，全部完工需要的天数为1900多天，用工量为7万多人次。坛药法师那时候就住在五洲山，他一边翻译佛经，一边监督工程的进度。云冈石窟编号为16到20的5个洞窟，就是在坛药的主持下开凿的，因此也被称为坛药五窟。坛药五窟在形制上有共同特点，它们的外壁满雕千佛，各窟大体上都模拟椭圆形的穹庐形式。造像主要是过去、现在和未来3世佛，象征着佛教的渊远悠久、永世不绝。犍陀罗佛教艺术的特征，在坛药五窟清晰可见。美术史家认为，云冈石窟是沿丝绸之路而来的汉传佛教早期最宏大、最重要的场所，也是犍陀罗佛教艺术东传中国后最典型的巅峰之作。很多人认为，具有犍陀罗艺术特征的坛药五窟象征着北魏开国之后的5位皇帝，但具体哪一座洞窟的造像象征着哪一位皇帝，哪一座洞窟又是最先开凿的，历来争议不断。主流的意见推测，因为佛教西来，运小钟是云冈研究院的文博研究馆员。
斜式府。第20窟西侧的斜式府已经残损不见，它的中央主像和东边的斜式府还基本完好。这种状况在100多年前沙碗的照片里就是这样的。那时候，第20窟的主像就是昙曜5窟中唯一裸露在外的，而其他4个大窟都有洞壁和门窗，主像是藏在洞里的。裸露的大佛可以使人们不受空间限制，观瞻礼敬，欣赏这旷世奇美的艺术杰作。然而，学者们推测，这种观赏上的好处其实是洞窟意外崩塌的结果。也就是说，第20窟以前和其他4个洞窟一样，是有前立壁和门窗的。只不过，它在沙碗拍照的年代之前就已经崩塌了，而且这次崩塌还破坏了第20窟西侧的斜式府。关于第20窟前立壁崩塌的年代，过去人们颇多争论。在所有的猜测中，最早的年代可以追溯到辽金。然而，20世纪90年代的一次大规模清理活动，却彻底改变了这种认识。和今天不一样，以前云冈石窟第20窟前面的地面并没有做硬化处理。雨季来临的时候，由于石窟地下水系比较发达，降雨会在地下形成毛细水，直接对洞窟造成危害。1991年，文物保护部门决定对第20窟前面的土层进行硬化处理。处理之前要进行一次考古挖掘，就在这次挖掘中有了意外的发现。发现了一个台阶，在台阶下面了，同时发现了一个弟子头像，特别精美的一个弟子头像。这现在在云冈市以后保存最完整的一个，就是在云冈博物馆陈列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只照相头像。所以鉴于这种情况呢，就立即向国家文物局汇报。国家文物局说，马上就应该进行考古发掘。20世纪40年代，民居虽然搬迁了，但大窟前面的土层却没有动。1991年开始的清理，挖开了大窟前面近2米深的土层。从20世纪90年代的对比照片可以看出，大窟前面的土层已经基本和大窟内部持平了。大佛的脚面也在这时完整地显露出来。当清理工作进行到最后阶段的时候，在最深处的北魏地层里，发现了大量的石块。这些石块正是崩塌的前立壁。一个惊人的结论出现了：第20窟的前立壁并非崩塌于辽金，而是在北魏，在云冈石窟刚刚开凿不久。有的专家猜想，也许在昙曜的规划中，第19窟才是昙曜5窟中的中心窟，代表着开国皇帝拓跋圭；而第18窟代表明元帝拓跋嗣，第20窟代表太武帝拓跋焘。只不过，第20窟开凿的时候遇到地层带来的问题，不久就发生了崩塌。当时的工匠才不得不把计划中在它西侧的第16窟挪到了东面，昙曜5窟就形成了现在的格局。在昙曜主持开凿的5座洞窟中，据推测，为太子拓跋晃修建的第17窟是极为独特的。这尊焦教菩萨刻画的是弥勒，菩萨像冠饰高奏，身体颀长，右臂佩戴着珠串。但他穿的这个服饰并不是佛装，而是古印度的贵族服饰。这个很大程度上就是说明云冈代表的是
中国的早期佛教艺术。那么这个早期的佛教艺术，很大程度上它就吸收了很多的印度的文化在里边。所以在云冈石窟早期洞窟当中，我们能看到印度的风格，能看到希腊的艺术特色，也能看到波斯的一些文化在里边。令人惋惜的是，这尊造像遭到了来自自然和人为2个方面的破坏，已然面目全非。但是，从它残存的轮廓和痕迹上，我们仍能想象出它原本是一尊品貌非凡、穿戴豪华的弥勒像。它是云冈石窟焦角弥勒像的第1尊，是这类造像的先驱。站在第17窟外面，很容易发现，这座洞窟的地表与洞窟外面的地表不在一个水平面上，而是处于地面以下1米左右。所以，佛像交叉的2只大脚也只能放置在地平面之下，形成了它与其他洞窟主尊佛像的差异。造像整体下沉，低于地面，这是设计雕凿有误，还是有更为深层的原因？另外，第17窟的这尊造像塑造的是3世佛中代表未来的弥勒，但从造像的衣饰看，弥勒此时还是菩萨，并未成佛。为什么谭耀要选择弥勒来代表拓跋晃，并且把它定格在了未成佛的菩萨阶段？人们猜想，拓跋晃23岁就在父亲拓跋焘的猜忌中去世了。他死的时候是太子，并未真正登基，死后才被尊为景穆帝。也许这样的原因使他不能与先帝们平等历练，只能屈下半截，使得谭耀在建造造像之初便设计了他沉到地平面下的样子，并且让他以菩萨而不是佛的面目出现。因为我们说，从云冈的这个谭耀武窟的雕刻理念来讲，代表的都是皇帝，都应该是以佛的形式来出现。那么这个17窟就出现了一尊菩萨像，头戴花冠，2脚交叉。这种造像呢，我们通常把它叫焦角弥勒，而且它不是焦角弥勒佛，是焦角弥勒菩萨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，我们就说它没有成佛，是一个菩萨像。它代表哪个皇帝呢？这样对应下去以后，就把它对应在了这个太子景穆帝拓跋晃，一给它对应就对应上来。所以呢，这个造像就把它说成是这个拓跋晃。第17窟除了焦角弥勒大像外，它的左右两边还凿出了2个大龛，里面有一坐一立2尊佛像。坐佛是过去佛，立佛是现在佛，加上中间代表未来的弥勒，构成了佛的3世谱系。拓跋晃虽然未曾登基，但工匠们仍然以帝王祖庙的工艺水准来处理造像的细节，所以佛龛上无论是莲叶、小佛，还是飞天和火焰状的纹样，无不可叹可颂。而供养天姿态丰腴，衣饰飘逸，构成一幅佛国的清丽风景。毛志喜还在创作他的谭耀像，这一工作已经进行了好几年。他做好了又毁掉，反反复复，似乎他永远也雕刻不出心目中满意的谭耀。在烦闷的时候，他会到谭耀武窟去看一看，驻足在谭耀留下的作品面前，他才能感到那遥远的时光的存在。看到谭耀在悲喜不惊中送走一代又一代的帝王。
这是昙曜五窟最东边的一个洞窟，编号第16窟。从洞窟的形制上看，第16窟和其他4个洞窟有共同的特点，就是椭圆形平面和高大的穹隆顶，以及背北朝南、顶天立地的人佛合一的大佛造像。昙曜五窟的窟形，它不是属于马蹄形穹隆顶吗？但是这个窟形呢，就包括梁思成也好，包括苏白先生也好，他们就认为这个在这之前呢就没有这种窟形，他觉得应该是不是平城的这个工匠独创的。后来呢，在平城考古中呢，就发现了簪杖的模型，就出土了两种簪杖模型。我也是这样认为，但是后来我发现也有专家也这么认为，就认为昙曜五窟的这个窟形是仿这个簪杖的模型而来的。第16窟的大佛石像有13.5米高，赤脚站立在莲花台上，这就是北魏第4位皇帝文成帝拓跋浚的人佛同体像。从面容相貌上看，他年轻英俊，头顶上的肉髻是波浪状的，很有古希腊雕像的风采。这尊大佛像的左手具有石雕艺术难得一见的美感，它有着恰当的比例和超乎寻常的真实感。当人们静心凝神观看它的时候，仿佛能感觉到一种皮肤弹性的存在，感觉到一种温暖的存在。人形体当中创作难度最大的应该就是手的雕刻。如果有机会我们去看敦煌看那个张大千临摹的很多的那个造像，都是那个手专门拿出手来雕刻，所以手的创作是很难的。那么绘画的创作难，云冈石窟又是一种圆雕的雕刻，这个就更难了。另外就是高空作业来完成这个手如此的逼真，我们细细的到它跟前看，它那个指甲盖儿都刻得特别的精美，这个是非常的难。这尊大佛石像有修长的身材，又采用立姿，比较便于表现服装的样式和褶皱的变化。虽然石像在千年的岁月流逝中，双膝以下已风化残剥，但完好的上半身还是能让我们隐约地感觉到它整体的服饰美。但在这尊具有犍陀罗艺术特点的雕像中，人们发现了明显的中国元素。那么这尊像呢，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服饰非常的漂亮，它出现了一个和早期那个佛装完全不同的一种形式。我们早期看到的那种偏袒右肩式的或者是通肩式的袈裟，在这个佛像身上它出现了一个汉装，就胸前打了一个结子，像一个领带的形式。很多人认为说中国人在1500年前就穿上了这个领带的服饰。其实第16窟大佛的服饰是汉民族的服装，这种服装早在汉代就有了。那时的儒生穿宽袍大袖的衣服，在胸前用一个结来收束衣服。公元5世纪中叶的时候，这种服饰流行于中国的南方地区，正是当时南方汉人文化对北方产生的影响，才让第16窟的主佛穿上汉装。公元460年的农历元旦到了，北魏皇宫里正在举行盛大的新年朝会。在鼓乐声中，大臣们依次向少年天子拓跋浚献酒祝贺。就在这一天，拓跋浚宣布把国号改为和平。如同这个国号，实行8年的怀柔政策，消弭了北魏社会的各种矛盾，经济和文化快速复苏。在差不多同时期的欧洲大陆，情形却有所不同。公元496年的圣诞前夜，法兰克人的国王克罗维接受罗马教皇的洗礼，
正是皈依基督教。从此，基督教开始介入欧洲各国的政治活动。又经过几百年的发展，最终取得了凌驾于政权之上的权利。在漫长的中世纪，教会虽然保留并创造了文化，但在一教独大的情况下，所有和基督教教义不符合的思想都被宣称为异端。相比之下，中国古代社会对宗教异端进行迫害的历史极其短暂。不同的宗教在世俗政权的统领下平等发展，相互交融。唐朝时，除了佛道之外，还有3种外来宗教被皇室尊崇，这就是波斯人创建的仙教、摩尼教，以及基督教的一个分支景教。正是多元文化的交融，造就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。而盛唐开阔包容的精神起点，就在于这个混乱中重建秩序的时代——北魏。拓跋浚是一位温和的、善于修补社会裂痕的皇帝，但这位温和的皇帝却有一个强悍的妻子冯太后。只是当他在位的时候，这个女人表现出来的仍然是柔弱的一面。冯太后出身北燕皇族，北燕被北魏灭国后，年幼的冯氏便没入宫廷为婢。在这里，她遇到了此生中最大的贵人——后宫之主常太后。常太后是拓跋浚的保姆，一个保姆能封为皇太后，这在中国历史上也仅出于北魏一朝，因为这个王朝有一个子贵母死的祖制。北魏的皇室极其讨厌女人参与政治，有在立太子之后将所立太子的生母赐死的习惯。这个奇怪的风习，据说是由道武帝拓跋圭定下的。事情是从公元409年开始的。这一年，拓跋圭身处政治斗争和身体健康的漩涡之中。他一手开创的北魏帝国正如日中天，已经基本荡平了中国北方。他依靠汉人设计的文官制度运转正常，惯常游牧的子民对于农耕生活也逐渐适应，首都平城一片繁华。可是，当他想像汉人的王朝一样，把皇位传给长子拓跋嗣的时候，所有的政治矛盾就都暴露出来了。对于中原王朝，嫡长子继承制早已是沿袭1000年的祖制，但长期游牧的鲜卑人一直遵从的是部落推举制和兄终弟及制。因为皇子的母亲大多来自于其他部落，鲜卑贵族对他们不敢掉以轻心，时刻都警惕着他们对皇帝施加影响。拓跋部落的贵族对拓跋圭要传位给长子的想法，表现出了空前的反对。他用来统治汉族的基本依靠力，但是他们经常牵着他的手脚，不让他搞传子制，不让他成为一个尊子君主，他让他相对要民主一些，要推举大事要商量。战场上无所不能的拓跋圭，面对来自内部的反对声，感到力不从心。他更多的依赖一种当时很流行的丹药五石散来排解忧愁。号称能延年益寿的五石散，实际上带有毒性，而且容易上瘾。据说服五石散以后的一种感受是，就像一把烧红的刀子横亘在胸腹之间一样，是这种感觉。这真是一个坐卧不安，这个没有办法生活这样的一种感觉，再加上这样的一种政治氛围，道武帝的神经实际上已经开始崩溃，
崩溃的表现就是他杀人，他经常成批的杀人。暴躁不安的拓跋圭冥思苦想，终于想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，但这个办法却开启了北魏宫廷的悲剧之门。魏书记载，公元409年，拓跋圭立长子拓跋嗣为皇储，然后赐死了他的母亲。拓跋圭告诉儿子，过去汉武帝准备立太子刘弗陵的时候，就杀死了他的母亲钩弋夫人，为的是不让夫人以后参与国政，致使外戚专权。你理当继承皇统，所以我效法汉武帝，为你做长久的考虑。等到拓跋嗣成为皇帝，他要把皇位传给长子拓跋焘的时候，也把拓跋焘的生母杜贵嫔赐死。后来，拓跋焘的长子拓跋晃的生母贺氏，还有文成帝拓跋浚的生母御九驴氏，都依照这个制度被赐死。母亲是一个纽带，可以通过这个纽带，母族可以通过这个纽带来强有力的影响这个新皇帝。那么我把母亲杀掉，这个纽带就切断了。那纽带切断了以后，这个小孩子还是需要抚养长大，所以他需要有保姆。这个保姆往往取得跟母亲相近的地位，在北魏历史上给了他一个专门的名字，叫保太。实际上也是昙曜法师永远的纪念碑。